各位帝国的子民，今夜我们将共同见证历史帝国100年来最年轻的龙骑天骄沈清雪。他将驾驭自己的本命神龙，挑战前无古人的9重云霄登顶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沈清雪，整个帝国都在我的脚下。沈清雪，沈清雪，天选之女！23岁就契约了神龙，孩子，你睁大眼睛看好了，这就是天才该有的样子。1万个御兽蛇里，都未必出得了一个能契约神龙的。他是真正的天纵之星啊！再完成这次登顶，金印就该授予他了。帝国100年，总算又出了一个能扛大气的人物。再登顶一次，金印就是我的了。拿到金印，就再没人能查我的过去，再没人敢提那个名字。沈清雪，10年期满，连本带利，清账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是想问我为什么没死在10年前那个雪夜，对吗？保安在哪里？把那个疯子给我拖出去！这里是帝国大典。这主人沈清雪，界象第1笔，你此刻脚下踩着的那条神龙的本命血气，10年前，它本该是我的契约兽，是你买通了帝国的首席鉴定师，篡改了血气上的气主之名。篡改血气？这不可能吧？他可是帝国的骄傲啊！可那个坐轮椅的人，凭什么敢在大典上当众这么说？万一是真的呢？血气是御兽师的根本，是刻进灵魂里的契约，怎么可能造假？除非真有人买通了鉴定师。可他脚下那条龙刚才的反应，不像是装的。你说，会不会那条神龙本来就不是他的？我不敢信，可我也不敢不信。你看那个坐轮椅的人，他一点都不慌。一个敢在10万人面前，当着御兽总会的面这么说的人，他要么是疯子，要么就是手里真有东西。我宁愿他是疯子，不然我们这10年崇拜的算什么？查一下那个坐轮椅的人，还有把当年沈清雪血气鉴定的卷宗给我重新调出来。会长，这种场合要不要等大典结束再说？现在10万人都看着，万一闹大了……你没听见他说的话吗？篡改血气这4个字要是真的，整个御兽总会的脸都要被打肿。可沈小姐是您一手提拔的，正因为是我提拔的，我才更要弄清楚，我捧上去的到底是天才还是个骗子。会长，万一是真的，这对总会的声誉……声誉是其次，我怕的是一个能造假血气骗过帝国首席鉴定师的人，背后站着的到底是谁？一派胡言！陆渊，你一个坐轮椅的废人，凭一张破纸就想毁掉我10年的荣耀？荣耀？清雪，偷来的东西不叫荣耀，叫赃物。你有什么证据？空口白牙，谁会信你一个早就该死的人？证据就在你脚下那条龙的反应里。他若真认你为主，方才听到我的名字，为什么会怕成那样？他是被你吓的，你身上一定用了什么邪门的手段。清雪，你越是慌，就越是心虚。一个问心无愧的人，是不会害怕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废人的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青林，杀了他，把那个废人给我撕成碎片！现在，立刻！危险！场地尽头那位先生，快躲开啊！沈小姐，青林她今天又肯进食了。饲养员说她已经整整3天没吃东西了。她不吃，是因为她还没认清自己的身份。可她身上的伤口都化脓了，要不要请兽医来看看？万一今晚表演时她撑不住……兽医？小满，他是神龙，不是病猫。神龙的命比那些兽医金贵多了。可他这样下去，真的不会出事吗？出不了事，他跑不掉，也死不了。血气把他的命攥在我的手心里。小姐，我跟着您3年了，
可我每次看青灵的眼神，都觉得他不像是在认主，倒像是在忍。忍？我教过你一句话，还记得吗？您说要让兽听话，靠的不是疼他，是让他怕。记性不错，怕比爱可靠多了。爱会变，怕不会。青灵，抬头。今晚有10万人看着我登顶，你要是再敢像上次那样飞到一半就掉链子，我就把你的逆鳞一片一片亲手拔下来。听明白了吗？为什么？明明血气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他是我的本命神兽，可为什么我每一次碰他，心里都发寒？沈小姐，出事了！大殿门口来了个坐轮椅的男人。轮椅？保安是干什么吃的？赶出去！大典门口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地方吗？赶不出去。沈小姐，他报了名字，他说他叫陆渊。不可能，他已经死了。10年前，是我亲眼看着他从悬崖上。小姐，会不会是同名同姓的人来碰瓷儿？您当年说过那件事做得天衣无缝。膝盖上是不是放着一本黑色的账本？是有一本黑色封皮账本，封面写着金字。小姐，那账本邪门，保安刚碰就被弹飞。账本，他真的把那本账本带来了。小姐，要不咱们今晚的表演先取消？您就说身体不适，谁也跳不出头。取消！10万人，还有总会的精英都在外面等着，你让我现在取消？可那个人，他一个坐轮椅的废人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赵啊，你带人守在赛道入口，只要他敢靠近，就让他永远留在这里。小姐，10年前那次，我们3个人动的手，如今就剩我一个还在您身边了。另外2个怎么了？一个上个月出海，船翻了，尸骨无存；一个半年前在自家床上无病无故，就那么没了。巧合，都是巧合。可那本账本，账本怎么了？他再邪神也只是一本死物。小姐，您忘了10年前那件事，我们对外说的是陆渊意外失足。可那本账本上写的是界相、利息，他好像什么都知道。不管他知道什么，今晚过后，知道的人就不会再开口了。你最好识相一点，这里是帝国大典，是什么人都能来的地方吗？一个废人，赶紧给我滚！赵渊，10年前那个血液，把我从悬崖上推下去的3个人里，有你一个。我不认识你，你认错人了。那年你左手腕上被崖边的碎石划了一道疤，要我说出那道疤现在的样子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这本账簿记着每一笔债的来龙去脉，奸一人赵己，界相1条人命的知情之债，本金你的2条腿，利息10年加倍偿还。疯子一派胡言！来人，杀了他！把这个疯子给我大卸8块！莫，他们有点吵。黑铁级契约兽，他身上的气息分明是最低的黑铁级。黑铁级的兽怎么可能瞬间秒杀2头白银级？这违背所有的御兽常识。队长，跑吧，这个人咱们惹不起。你别得意，沈小姐在里面有神龙护着，你一个废人进去就是死路一条。死路？赵札，你搞错了，今晚走不出这个会场的不会是我。不可能，你一个废人哪来的这种兽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赵和，你欠的债今天我没空收。那你今天来是为了什么？来收一笔更大的债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沈小姐她欠我的比你多得多。赵乍，你只是替别人推了一把，可有些人是亲手把我推下去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对她？我不打算怎么对她，我只是来把账算清，该是谁的
还给谁？算清，就这么简单？债从来都很简单，复杂的是欠债的人总想着赖掉。赖掉？10年了，我们都以为这笔账早就烂在那座雪山里了。烂账也是账，赵阿，只要债主还活着，他一天不会消。10年了，清雪，我从雪坑爬出的每一天都在问，你是被蒙骗，还是亲手变成那种人？今天，我要亲眼看明白。经理，你疯了吗？你给我听话！你是我的兽，血气在我手里，你必须听我的命令。他从来都不是你的兽。被篡改的东西，是时候物归原主了。不可能，血气是真的，是帝国首席鉴定师亲手盖的章，上面写的明明白白就是我沈清雪的名字。沈清雪，章是真的，可名字是假的。你以为盖上了官印的谎言，就能堂而皇之的变成真话吗？就算他认你，他也只是一头畜生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听话。这就是你和我最大的不同，清雪。在你眼里，他是任你拔逆鳞的畜生；在我眼里，他是被冤枉囚禁了10年的伙伴。你用恐惧来训他，我用还他自由来赢他。你说，他最后会选谁？少装腔作势！你不也是为了报复才回来的吗？你和我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，我要回的是我自己的东西，而你抢的是别人的。讨回公道和巧取豪夺从来不是一回事，清雪。当年鉴定沈清雪血气的首席鉴定师，3个月后就暴毙了。卷宗上的封印是被人动过的。会长，那是不是说，那个坐轮椅的人说的是真的？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这10年，我们捧着一个骗子，当成了帝国的招牌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先看着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能让神龙改命、让群兽倒料的人，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不怕，我还有兽，我还有那么多高阶契约兽，他们一定会接住我的。出来，都给我出来！金一腾、玄武、火麒麟，快来救我！沈清雪，界象第2笔，你10年的超凡亲和力与天纵之星，从来不是你的天赋，那是10年前血液连同我的双腿神龙一起被偷走的。你们为什么不接我？我是你们的主人啊！是我喂养你们，给你们最好的零食和豆腐。回来，都给我回来！别走！神武，你跟了我整整8年。火麒麟，是我把你从一颗蛋里一点点养大的。你们不能走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这怎么会这样？沈小姐的兽，她所有的契约兽全部都离开她了。各位观众，我从业第20年，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，一个御兽师被自己所有的兽同时抛弃。走了，全都走了，一直都没给我留下。来到我这里来，乖。那是御兽师最恐怖的下场，绝缘体。什么是绝恋体？我入行晚，没听过。就是体内的牵引力被彻底抽干。从今往后，无论是神级凶兽，还是最低等的家亲，任何灵兽，都不会再亲近它分毫。一个连信使哥都驯服不了的人，还谈什么帝国天骄？唉，对我们御兽师来说，这比死还要难受100倍呀！一身的本事，一身的荣耀，全都成了空中楼阁。可是，如果他真的篡改了血气，偷了别人的天赋，那这个下场是不是也算他应得的？应不应得自有天理，我只知道一句话：欠下的迟早要还。今天不还，明天还；明天不还，10年后连本带利的还。连本带利？
你看那条神龙看他的眼神，那才是真正的契约，不是靠血气锁着，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留下。原来受任的从来不是契约，是人心。沈清雪，第一笔账清了。陆渊，是你毁了我，你毁了我的一切。不，是你10年前的那个选择，毁了你自己。我所做的，只是把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，原原本本的拿了回来而已。那是我的，神龙是我的，天赋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清雪，你站在高处10年，为何没有一只手真心亲近你？偷来的东西握得再紧，根也不在你手里。你能抢走契约，却抢不走他们的心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清雪，账我会一笔一笔的讨清，但讨债从来不是为了把你踩进泥里。一个人跌到底，未必全是坏事。至少从今天起，你脚下踩着的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地面了。你在可怜我？不，我只是不想变成当年那个把别人推下悬崖的人。可是我害了你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？因为杀了你太轻易了，我要你活着，亲眼看清楚你用10年偷来的一切是怎么一件一件回到他们本来的主人手里的。这是因果。少爷，莫，你说一个人花了10年，只为讨回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值不值得？你说的对，值不值得，从来不是用得失算的。有些事是非做不可，不是为了痛快，是为了让这世道还信一个理字。陈伯，进来吧。少爷，您的腿真的在长好。陈伯，这不是奇迹。不是奇迹，老奴亲眼看着您这双腿萎缩了整整10年，连大夫都说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这是利息。10年前，沈清雪偷走的，不只是我的契约兽，还有我本该拥有的一切，包括我健全的双腿。那这账簿是怎么把它讨回来的？天机私债部认债也认成，他欠我的本金是这双腿，利息是这10年。如今账一笔笔清，本金和利息自然要一并还回来。这10年，少爷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啊？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一夜之间成了废人，被全天下当成笑话。熬不过去的时候，我就翻账簿，看着那一行行没还清的债，告诉自己不能死。少爷，陈伯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能看懂这本别人看不懂的账簿吗？老奴愚钝，想不明白。因为他认欠债的人，也认讨债的人，而我就是这世上最大的一个债主。我被人欠了1条命、2条腿、一身的前程。这本账簿，任我。那些欠您的人，一个都跑不掉，骗来的、抢来的、偷来的。这世上的债从来不会凭空消失，今天不还，明天还，明天不还，10年后连本带利的还。少爷，您站起来了，您真的站起来了。站起来了，老奴这就去告诉。不必声张，陈伯，我站起来不是为了让谁知道，那是为了能亲自走到那笔灰色欠条的尽头，看看10年前那个血液的背后究竟藏着谁的手。这青林的，他也在还债，被囚禁、被鞭打、被当作工具的10年，他受的苦比我更多。这才是神龙该有的样子。是，他本就该是这样，骄傲、自由，而不是谁手里的一根提线木偶。少爷，老奴记得您小时候最爱看的就是龙。你还记得那时候我总趴在书房的窗台上看那些讲神龙的古卷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您那时候说将来一定要契约一条最威风的神龙，骑着它飞遍9州。后来我真的等到了青林，他认我的那天，我高兴的一夜没睡。可还没等您骑上它，还没等我骑上它，就有人把它从我身上夺走，还顺手要了我半条命。禅伯，你说一个人最珍视的东西被人抢走，
是什么滋味？老奴不敢想。我心里都是空的，直到今天，他重新回到我身边，我才觉得那个空了10年的地方终于被填上了。少爷，您重塑双腿这3日，外头都传遍了，沈家递了帖子来，说要当面向您澄清。一夜之间，我沈家100年的声誉就被那个聂苍毁得干干净净。大哥，事到如今发火没用，当务之急是怎么把沈家从这趟烂泥里摘出去。外头都在传，是我沈家买通鉴定师篡改血气。家主，老朽说句不中听的，沈清雪现在是个废人，还是个绝缘体，留着她就是把造假的罪名死死焊在沈家身上。壁虎断尾，方能求生。把沈清雪逐出家门，对外宣称是他个人盗用家族资源私自造假，与沈氏满门无关。如此一来，罪责全在他一人。大哥，一个废了的女儿和整个沈家的存亡，孰轻孰重？您该掂量得清。家主，不好了！大小姐拄着拐杖到沈家祠堂口跪着，说要见您一面。他还有脸回来？他说只想问家主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当年那个血液是不是家主您亲口让他推陆公子下衙的？不见，告诉他，沈家没有这个女儿。家主，让他走吧，越远越好。你声明，即日起，沈清雪触犯家规，败坏门风，私树血气，欺世盗名，逐出沈氏宗族，除名图谱，永不相认。家主，大小姐如今腿也废了，寿也散了，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若就这么逐出去，怕是活不过这个冬天。那是他自己的命，他给沈家招来的祸已经够多了。家主仁慈，还想着他的死活，可他若死在外头，反倒干净。说的是一个废人，留着是祸害，死了是干净。可大小姐毕竟是家主的亲生女儿啊！这些年，她为家族争了多少荣耀，挣了多少脸面。荣耀？那荣耀本就是偷来的，如今真相大白，那些荣耀全成了催命的符。就算如此，好歹是一条人命。够了！我沈崇对不起他，可我是沈家的家主，我肩上扛着的是几百口人的命。大哥想通了就好，慈不掌兵，情不立事。当年那个局，您不也是为了沈家的前程才……住口！那件事不准再提。不过大哥，有件事我得提醒您。什么事？当年买通鉴定师那件事，我们沈家可不是主谋。住口！这种话也是能在这里说的。我只是提醒大哥，那位的手笔我们能撇清沈清雪，可未必撇得清那条线。陆渊那本账簿要是真翻到那一页，此事烂在肚子里，谁也不许再提。沈家的声明不必你了，因为今天之后，沈家有没有资格除名别人还两说。原来是陆公子，久仰久仰，不知陆公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沈崇，沈氏第3代家主，我们打开天花说亮话吧。陆公子说的哪里话？清雪那孩子做的糊涂事，我沈家已经准备大义灭亲，将他逐出家门。此事与沈家上下绝无干系。绝无干系？借债人沈氏家族，借项10年前向帝国黑市钱庄借灵石白银80万，用于打点关系，买通鉴定师，伪造我的死亡证明。你血口喷人！这80万两，本金加上10年利息，连同你们靠这笔脏钱滚出来的全部家业，今日我来收账。放肆！一个外人凭一本来历不明的破注本，就想查封我堂堂沈家？你当帝国的王法是摆设吗？王法？长老这话说得好，那我们就讲讲王法。帝国律例，伪造贵族死亡，买通官方鉴定，勾结黑市钱庄，哪一条不是抄家流放的死罪？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就记在这本账簿上，每一笔钱的来路去向、经手人清清楚楚。要我当着满堂长老的面，一笔一笔念出来吗？陆公子何必这么僵？大家都是体面人，有话好商量。清雪的事是他一人之过，沈家愿意拿出一笔钱补偿陆公子这些年的补偿。沈冲，你听清楚了，我要的从来不是补偿，我要的是物归原主，因果两清。
你们用偷我、害我的脏钱堆起了这座金山，现在是时候还回去了。查封了，沈家真的被查封了！我那苦命的儿子，当年就是被沈家选中，送进去就再没回来。我家那口子也是，沈家说他有御兽天赋，带走那天还风风光光的，可后来连个尸首都没找回来。这么多年了，总算有人来替我们讨公道了。那位坐轮椅的恩公，是他替我们出头啊！家主，那些字画他们在发光，老朽收藏了30年的真迹，怎么会？长老，这幅寒江独钓图是12年前买的吧？用的正是那笔脏钱里的3000两。你连这个都知道？账簿记的每一笔，哪1两银子是干净的，哪1两是带血的，他分得清清楚楚。带血的那些，今天都要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查封。沈家这100年家业里，凡是用那笔脏钱置办的，一件都留不下。陆渊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沈家在帝国根基深厚，岂是你一个外人说动就能动的？你信不信？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在这帝都寸步难行。哦，沈崇，你说的根基深厚指的是你背后那位，对吗？陆公子好手段，一本账簿就把我沈家3代的家业搅了个底朝天。沈安，沈家明面上的二老爷，暗地里真正和那位往来的人。陆公子说笑了，我一个闲散的二老爷，哪来的这等本事？是吗？那这笔80万两脏钱的接手人，账簿上记的名字，要不要我念出来？陆公子，做人留一线，有些账查得太清楚，对谁都没好处。沈安，你在威胁我？我只是提醒陆公子，你能查封沈家，是因为沈家不够大。可你若顺着这条线往上查，查到的那位陆公子，你这条命可就不是一本账簿能保住的了。我这条命10年前就已经被人拿走过一次了。沈安，我不怕死。有意思，陆公子果然不是个简单人物。你也不简单，所以你欠的那笔账，我会留到最后慢慢清。看来沈家果然不是这件事的主谋。那么沈崇告诉我，20年前借给沈家这80万两脏钱，又在背后默许你们篡改血气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？有些事不是我不肯说，是我说了全家都得死。你不说，沈家今日也保不住；说了，至少你这一家老小还能留一条命。你倒是会做生意。我不做生意，我只讨债。沈崇，账簿不会冤枉好人，也不会放过恶人。你今天选择吐露真相，账簿不会记下你这认账的一笔，从轻发落。20年前，我沈家还只是个2流家族，是那位找上了门。继续。他给了我们灵石白银80万两，还有一份名单，名单上的人都是有神级御兽天赋的好苗子，还要我们想办法把这些苗子的天赋和契约兽转到他指定的人身上。我就是那份名单上的一个。你的天赋太惊人了，10年一遇的神龙亲痕力，那位志在必得，可你警惕性高，不肯就范，所以你们设了那个血液的局，把我推下悬崖，伪造我的死亡，再把我的神龙和天赋通过篡改血气转给了沈清雪。是清雪自己求来的，她嫉妒你的天赋，是她主动找到那位愿意做这个容器。陆公子，你要怪就怪他，别怪沈家满门啊！沈崇，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着推卸？清雪有错，可她当年也不过13岁，一个13岁的孩子，是谁把嫉妒变成了谋杀？是谁递给他那把刀？你说的对，是我们害了他。他13岁那年，本该是个天真烂漫的孩子，是我亲手把那位的话灌进了他耳朵里。你怎么对他说的？我告诉他，陆渊的天赋太好了，将来必定压你一头。你要想出人头地，要想光阳沈家，就得取而代之。于是，一个13岁的孩子就把羡慕听成了除掉。我没想到他真的下得去手，可等我反应过来，一切都晚了。你被推下了悬崖，他的手上沾了血，再也回不了头。你看着他站在高处，风光无限，心里也不好受吧？每一次看他骑着那条龙登顶，我都想起那个血液。我知道
那荣耀是假的，那龙是偷来的。那孩子早就被我们亲手毁了。是你们这些大人，是这个家族的贪婪。清雪是恶，可你们是养出这恶的土壤。那位，你真的要去碰他？陆公子，他不是沈家能比的，他在帝国一手遮天。他叫什么？不能说，我不能说，说出来我现在就会死。你不说，账封宋苏也会告诉我。沈崇，这笔账迟早会激活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你究竟是冥顽不灵，还是真的怕？你不懂，你根本不懂他有多可怕。那条名单上的人，除了你，没有一个活着的。沈崇，我再问你最后一件事：当年和那位牵线搭桥的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。你在说谎。我账簿记着每一笔债的经手人，这笔赃钱的经手人那一栏写的不是沈冲，是我二弟沈安。当年是他先搭上了那位的线，是他把那份名单带回了沈家。沈安，这些年他一直藏在我身后，明面上沈家是我做主，可暗地里和那位真正往来的一直是他，我也是被他和那位一步步拖下水的。所以方才在议事厅，他几次三番提那位，是在敲打你，别把他供出来。你都看出来了，是他比我狠，也比我深。陆公子，你要查那位，绕不开沈安这条线，可这条线沾的血比我手上的还要多。那条名单上的人，没有一个活着的。你赢了，你把沈家也毁了，你满意了吗？沈家不是我毁的，是他自己用脏钱堆起来的根基本就不稳，我只是把不属于他的拿走了。一样的话你说了多少遍了？物归原主，因果两清。可你看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们把你逐出家门了。你都知道了。是啊，逐出家门，出名图谱，永不相认。我为这个家做了那么多，到头来我成了他们急着甩掉的脏东西。现在后悔了？后悔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想不明白。我明明什么都有了，神龙、天赋、荣耀，整个帝国的崇拜。因为那些本就不是你的。陆源，我们小时候是不是真的曾经很好？很好。你6岁那年发高烧，是我背着你走了10里山路去镇上找大夫。我还记得你那时候说，等长大了要契约一条最厉害的神龙，带我去看遍天下的山河。后来你没等我长大，就先把我推下了悬崖。那天雪好大，我站在崖边，手一直在抖。我爹在我耳边说，推下去你就什么都有了，不推沈家就完了，你也完了。然后呢？我闭着眼推了你，我听见你掉下去的声音，听见你喊我的名字。陆渊，那么多年，我每一个噩梦里都是那个声音。所以你后来对青灵那么狠，是不是因为他的眼睛总让你想起我？是，他看我的眼神和你掉下去前一模一样，又痛又不敢相信。我越看越怕，就越想用鞭把那个眼打掉的。清雪，你折磨他，其实是在折磨你自己。对不起，陆渊，清雪，对不起3个字，还不清1条命2条腿。但是我一天告诉你一件事，当年设局害我的不只是你，是有人递了一把刀到你这个13岁的孩子手里。你都知道了？我知道，所以这笔账我会找真正的主谋去清。你欠我的今日两清，可你被人当刀使，被人榨干了利用价值就抛弃的那笔账得你自己想清楚，要不要亲手去讨。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一个废人，一个革履体，拿什么去讨？这个够你撑过这个冬天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害得你那么惨。我不是帮你，我只是不想让一个被人当刀使，用完就丢的人冻死在街头。清雪，一个人最难的不是跌到底，是跌到底之后还愿不愿意重新做一个干净的人。干净的人，我还有资格吗？资格不是别人给的，是你自己一步一步挣回来的。姐姐，你这里有吃的吗？我3天没吃东西了。对不起，打扰姐姐了。等等，
谢谢姐姐，谢谢。原来给出去比抢回来心里要踏实得多。还愿不愿意重新做个干净的人？我好像有点懂了。少爷，沈家的事了结了。沈家只是个执行的爪牙，真正的主谋还藏在后面。那沈崇当真一个字都没说，他怕到宁愿被查封抄家，也不敢说出那个名字。陈伯，你说，一个能让沈家家主怕成这样的人，会是什么身份？能在帝国一手遮天，还能调动黑石钱庄，买通首席鉴定师，这样的人，整个帝国也不过寥寥几位，所以范围已经很小了。少爷，老奴斗胆问一句，您当真要去碰那样的人物吗？沈家好歹是明面上的家族，可那位万一是帝国御兽总会的会长，甚至是某位实权亲王，是谁都一样。可您只有一个人啊！您虽然恢复了双腿，青林也回到了神级，可对方手握整个帝国的权势。陈伯，你忘了，我手里有这本账簿。账簿？你以为这本账簿只能讨我自己的债吗？不，他讨的是天下所有被巧取豪夺的债。那位20年欠下的冤魂、天赋、血泪，全记在账上。您是说，那位他自己也是个欠债的人？他坐在高位，权势根基却是偷来的、抢来的。位越高，欠债越大，债越大，账簿激活时反噬越狠。这样的人活得倒是风光。风光是表象，陈伯，你信不信？他每天夜里都睡不安稳，踩着尸骨往上爬的人最怕的就是有一天那些尸骨爬起来找他算账。连本带利，强制执行。可少爷，老奴还是担心，那位若是狗急跳墙，在您激活账簿之前，先对您下手。他不会轻易动手。为何？因为他不知道我手里有什么。一个突然出现能让神龙改命、能查封沈家的人，在他拟清我的底细之前贸然动手是大忌。所以他会先观望。他会观望，会试探，会派人来打探，而这正好给了我时间激活那笔签票。需要凑齐3样东西：他欠债的铁证，被他所害之人的认证，还有一个让他亲手暴露自己的契机。前2样不足替我记着，最后1样得等他自己露出马脚。少爷，老奴还有一事不明，这本账簿您说他认债认偿，可他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？10年前我从悬崖上摔下去，没死，在崖底的雪堆里，我昏迷了3天3夜。醒来的时候，这本账簿就压在我胸口。压在您胸口？那时我浑身是血，双腿尽断，连爬都爬不动。是这本账簿上的暗金之光吊住了我那口气，让我活了下来。这么说，是他救了少爷您？与其说是他救了我，不说是他选中了我。陈伯，这世上被巧取豪夺、含冤而死的人太多了，他需要一个债主，替着天下所有的冤魂把账讨回来。而少爷您，正是被夺走一切又侥幸活下来的那个人。是，所以我从不觉得这是我一个人的复仇。我手里这本账簿记的是公道2字。公道？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听起来冷酷，可这世上若没了这4个字，那些作恶的人就该高枕无忧，那些受害的人就该含冤而终。我不许。陈伯，你看那片最亮的地方，那是帝国御兽总会的方向。那里的灯最亮，也最脏。我总有一天会推着轮椅走进那片灯火，把那位欠下的每一笔账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少爷，您一个人扛了这么多？不是我一个人，我身后站着所有被他害死、害残、害得家破人亡的人。我讨的不只是我的债，是他们所有人的。哪儿来的疯婆子？这里是会长府邸。我要见会长。见会长？就你这副要饭的样子，你也配？你们告诉会长，沈清雪求见，他一定会见我的。沈清雪？哟，
我当是谁？原来是那个被神龙摔下来，被自己兽群抛弃的前天骄啊！听说连沈家都把你逐出门了，一个废人，一个离连体，还敢往会长府上凑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哈哈哈哈！我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，可正因为我什么都没了，才更不怕死。不怕死？一个连家亲都驯服不了的绝云体，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？我只剩一件事没做，找那个毁了我一切的人算账。就你拿什么算？我没有，可你们会长有，所以我才来。你们尽管去通报，会长若不见我，我就死在这台阶上，让全帝都看看会长府门前冻死了个什么人。你敢威胁会长？我一个将死之人，没什么不敢。疯婆子，真是不要命了！命，我的命10年前就已经搭进那个血液了。从我推下陆渊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是个死人，只是一直没倒下而已。我和会长有救，你们只管去通报，出了事，你们担待不起。会长，那女人疯疯癫癫的，要不要小的把她打发了？她如今就是个废人，留着也是给府上添晦气。她还有一样东西是有用的。她都成绝缘体了，还能有什么用？她还有一条命和一身的仇恨。一个一无所有又满心怨毒的人，是这世上最锋利也最不要钱的刀。会长的意思是让他进来。是。他给我灵石的时候说，跌到底之后，还愿不愿意重新做个干净的人？陆渊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说那种话？你要是像旁人一样唾弃我，我或许还能心安理得的恨你。不，我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我手上沾了你的血，又害得你10年残废。就算我想做个干净的人，这世上也没人会信。会长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想拉那个毁了我一切的人一起下地狱。您肯帮我吗？沈清雪，10年前是你主动找上我，求我助你取代陆渊，如今又是你自己爬到了我的门前。是，10年前是您给了我一切，如今也只有您能帮我报仇。报仇？你拿什么报？你一个废了腿、断了亲和力的劫云体，连一只家亲都驯服不了，所以我才来求您。会长，那个陆渊，他手里有一本邪门的账簿，能让神龙改命，能查封沈家，他迟早会查到您头上。你倒是会拿话激我。我说的是实情，他在沈家密室里逼问那位的名字，沈冲没敢说，可那本账簿自己就能查出来。会长，您和我如今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好一个一条船上的人。也罢，那个拿着账簿的废人确实碍我的眼。既然你愿意做这把刀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会长，只要能杀了陆渊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这是一件远古禁器，名为噬天囊，里面封印着一头远古凶兽，灾厄级的上古魔兽。它一旦出世，撕裂虚空，连神龙都不是它的对手。这么强的力量，代价是什么？聪明，代价是你剩余的全部寿命和你的灵魂印记。全部寿命，灵魂印记，那我岂不是……召唤他的人会瞬间衰老，生命枯竭，但只要你撑到杀了陆渊那一刻，你的仇就报了。会长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召唤？以您的修为，献祭一点寿命根本……放肆！我堂堂御兽总会会长，岂能为了一个废人折损自己的寿元？所以您是要我……你已经是个将死之人了，与其窝囊的冻死街头，不如用这条残命换一个轰轰烈烈的复仇。沈清雪，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后的恩赐。恩赐？10年前您也是这么对我说的。怎么现在才尝出味来？我尝出来了，您从来没真正帮过我。10年前您借我天赋和神龙，是要我替您养着藏着那条龙，如今您给我禁器，是要我替您去死，去杀一个您忌惮的人。不错，临死之前总算想明白了。可你想明白又如何？沈清雪，你除了做我手里这把刀，还有别的路可走吗？有，我可以哦，不杀他，
我可以把这枚金器还给你，拄着拐离开帝都，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做个普通人。做普通人？沈清，你以为陆渊会放过你？你以为那些被你害过的人会放过你？你这一身的血债，走到天涯海角也洗不清。只有杀了陆渊，毁掉那本账簿，你的旧账曾彻底烂掉，没人再能翻出来。这是你唯一的生路，不是你唯一的死路。沈清雪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让你死心。什么？当年天赋苗子名单是我拟的，陆渊排在最上，让你取代陆渊，也是我授意父亲做的。你是我的棋子，如今残了，正好再用一次。所以我恨了陆渊10年，可真正毁掉我的人，竟然是我一直当做靠山的你。看清楚了，那就拿好这枚禁器，杀了陆渊，至少你还能拉一个垫背的，否则你这一辈子连个垫背的都没有，岂不是亏到了家？陆渊，对不起，我做不成那个干净的人了。怎么舍不得了？沈清雪，你都已经爬到我门前了，难道还想回头做个良民？我没有回头路了。少爷，臣部昨夜亮起的红光，源头当真在这会场里？就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。那是御兽总会会长的主位。少爷，难道幕后那位庞然大物竟是会长本人？账簿不会错，20年前他坐上会长之位的那笔账，今日红光大战，说明激活的契机快到了。可这里是联赛会场，10万双眼睛看着，你要在这种地方跟一位德高望重的会长撕破脸？不是我要撕，是有人等不及要送我上路了。陈伯，你且看着，今天来对付我的那把刀，正是会长亲手递出去的。您是说，他不敢亲自动手，便寻了个甘愿献祭一切的疯子。可他忘了，刀递出去容易，收回来就难了。让我们欢迎本届联赛最特别的一位嘉宾，近来名动帝都，以一己之力查封沈氏家族的传奇人物陆渊先生。就是他，就是他让神龙在斗兽场上改命的。听说他还替那些被沈家害死的苦主讨回了公道，真正的大义之人啊！可他不是坐轮椅的吗？怎么我看他气色红光满面，一点都不像个病人。我听说啊，他那双腿本来是10年前被人害残的，最近竟然慢慢好起来了，腿还能自己长好，这世上哪有这种事？所以说他邪门啊，能让残腿重生，能让神龙改命，能让满门豪族一夜清放，这样年都难出一个。可你看他的眼神，一点都不像那些得了势就横行霸道的人，沉静干净，倒像是替天行道的。我也觉得他查封沈家那天，把赃钱都还给了苦主，自己一分没拿。这年头，这样的人不多了。那是真正的神级龙位。陆渊先生身边的这条神龙，竟散发着如此纯粹的神级气息。这就是那个拿着账簿的废人，一条恢复了神级的龙，一身抓封沈家的手段。难怪沈安那个老狐狸都要忌惮他3分。也罢，今日就让那个疯女人替我试一试她的斤两。账簿昨夜亮起的红光，源头就在这片会场。看来那位庞然大物今日也来了。下面进入本届联赛的表演赛环节。陆渊先生，您是否愿意为现场10万观众展示一下您与神龙的风采？展示就不必了，不过我倒有一种预感，今天这场联赛注定不会太平。有些人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送我一份大礼了。他这话是随口一说，还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？不可能，沈清雪那把刀是我暗中递的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他一个废人，纵有账簿，也算不到这一步。陆先生说笑了，本届联赛安保森严，能有什么不太平的？但愿是我多虑了。那位陆先生话里有话，他说有人要送他大礼，你不觉得他像是早就知道今天会有人来对付他？可这会场守卫森严，
谁敢在联赛上动手？越是众目睽睽，越是好藏刀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见过太多明面上风平浪静，暗地里杀机四伏的局了。老师，您是说今天会出事？但愿不会。可你看那位陆先生的眼神，他不像是在防备，倒像是在等那把刀自己跳出来。陆渊，陪我一起下地狱吧！陆渊，你以为你赢定了吗？你查封了沈家，毁了我的一切。可今天我要让你连同你那条神龙一起化为茶粉！清雪，你又被那把地刀的手骗了。少在那里装慈悲，我不需要你可怜，你只需要死！出来吧，在恶极的上古凶手，撕碎他！那是什么怪物？这种威压，连神级都……灾厄级是传说中的灾厄级上古凶兽。我研究了一辈子古籍，从未想过此生还能亲眼见到这种存在。老师，这种东西谁能挡得住？陆先生他……等等，你看那位陆先生，他怎么还是不慌？面对灾厄级凶兽，他连轮椅都不挪一下。灾厄级的上古凶兽，连神龙都要俯首。陆渊，你纵有通天手段，今日也该命丧于此了。会长，这凶兽的威压太可怕了，万一失控，伤及看台上的观众。死几个蝼蚁算什么？只要陆渊死了，账度落到我手里，这点代价值。是。这股气息不是凡间该有的。这头凶兽被囚禁，被怨气滋养了不知多少年，他的眼睛里全是恨。老师，那个坐轮椅的陆先生，他挡得住吗？奇怪，你看那位陆先生，他一点都不慌。一个人面对灾厄级的凶兽，怎么可能连眉头都不皱一下？快跑啊！那个怪物会杀光我们的！陆渊先生，快跑啊！你挡不住那个东西的！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让他死无全尸！只要他死了，我这一辈子的不甘就都值了。谁来救救陆先生啊？他是好人啊！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替我们讨公道的人，难道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青林，退下。因为他，我知道你想护着我，可这一次不需要你拼命，他甚至不是他自己的主人。青林，你信我。你就装吧，等死到临头，看你还装得下去！咬死他！站住！不可能，他是灾厄级的上古凶兽，他怎么会怕你？你给我动手，我咬死他！我就说昨夜这红光为何如此眼熟？原来是你，20年前被人从远古秘境里强行掳走、抵押出去的上古凶兽之魂。我知道，你也是被害的，被人掳走神魂，封入禁器，沦为一件随时可以拿出来杀人的抵押铺。这20年，你受的苦不比任何人少。他没有杀那头凶兽，他在放他走。那么可怕的凶兽，在他面前竟然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。原来他不是天生的恶兽，他也是被人囚禁、被人当成杀人工具的可怜东西。去吧，从今往后，再没有人能拿你当刀使了。太愚物，什么太愚物？他明明是会长给我的禁器里的凶兽。清雪，你献祭了全部的寿命和灵魂，召唤来的无敌力量，只是别人压在党铺里的一件货，你连让他真正听你号令的资格都没有。不会的，会长说这是能杀你的力量。会长说的话你也信？从头到尾，你在他眼里只是一件用完就丢的工具。我用我的命换来的，竟然是一件党铺里的货，我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清雪，你不是笑话。我献祭了一切，连你的对手都算不上，
不是笑话是什么？真正的笑话是那个躲在高处把你和这头凶兽都当成棋子的人。你和他都是受害者。可我做了那么多错事，我不配被叫做受害者。做错事和被利用可以同时存在。清雪，认清真正该恨的人，是你最后的清醒。这头无敌凶兽不属于会长，只是被他抵押在天机当铺的物品。不可能，那笔账早该烂在20年前了，你怎么会？会长，您坐在那个位置上太久了，久到您自己都快忘了20年前您是怎么坐上去的。一派胡言！老夫的会长之位是凭真才实学、御兽天赋坐上去的，岂容你血口喷人？真才实学、御兽天赋，会长，您敢不敢当着这10万人的面召唤出您的本命契约兽？您召唤不出来，因为您那身御兽天赋和沈清雪一样，都是偷来的、抢来的、压来的。20年前，您借天机当铺一缕上古凶兽之魂，才坐上了这会长之位。什么？会长的天赋也是假的？那这20年，我们敬仰的御兽总会会长竟是个骗子，他骗了整个帝国20年！住口！都给我住口！老夫乃帝国柱石，岂容尔等！帝国柱石，会长，一根用偷来的东西撑起的柱子，撑得越高，塌得越快。烂账也是账，是时候连本带利跟你算一算了。你别过来！老夫在帝国根基深厚，党羽遍布朝野，你动我一根上下，谁都保不住你。根基，会长，您的根基是那缕偷来的凶兽之魂，如今魂被我唤回，您这20年的根基也该连本带利的还回来了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一个废人也敢挑战整个御兽总会？来人，护卫，给我拿下他！一个靠偷抢坐上高位的人，身边围着的从来不是忠臣，是趋炎附势的影子。是在他们在，是去他们比谁跑得都快。天理不是从来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今日时候到了，该清的账一笔都跑不掉。该清的账一笔都跑不掉。只是少爷，他毕竟是御兽总会会长，党羽众多。少爷，20年了，这位高高在上的会长害了那么多人，今天终于要还债了。陈伯，你看他现在的样子。20年前，他踩着那些苗子的尸骨坐上高位时，可曾想过会有这么一天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少爷，记得何止是债，分明是天理2字。今日当众清算他，往后会不会有人替他报复？替他报复？陈伯，你放心，等账簿一激活，他那些党羽会比谁都急着撇清关系。一个塌了的靠山，没人会去扶。少爷，您一个人要清这么多账，老奴看着心里发酸。陈伯，我说过，不是我一个人。你看这满场的观众，方才为那头重获自由的凶兽鼓掌，这说明人心里都向着一个公字。何况我要清的从来不止他一个，他背后那条线还连着沈安，连着更多藏在暗处的人。今日清了他，不过是掀开了这帝国烂账的第一脚。是，公道人心，自在人间。我讨债靠的不是这条恢复的腿，也不是青林的神威，靠的是这世上千千万万盼着一个公道的人心。只要人心不死，公道就一定还得回来。老奴怕他狗急跳墙，也怕他背后那位庞然大物迁怒于您。他跳不了，账簿已经锁住了他的债，他现在能做的只有还。至于那位，他若敢现身，正好省得我去找他。您是想引蛇出洞？今日当众清算会长，动静这么大，那位若还坐得住，便说明他城府极深，是个硬骨头。若坐不住，露了马脚，那这帝国的烂账今日就能再清一笔。可这太险了，讨债的路从来没有不险的。陈伯，你且看着。陆渊，你别血口喷人！老夫坐镇御兽总会20年，劳苦功高，岂容你一个来历不明的废人当众污蔑？站住！陆渊，你私闯 VIP 看台，意图行凶，按帝国律例，我等可当场将你拿下。当场拿下，
那你来。这龙威，我不为难你们，你们守的是骗子20年的虚名，等虚名碎了，就知道今天该拦的不是我。会长，禁器里的凶兽不是您的契约兽，是您的抵押物。一派胡言，那是老夫珍藏的远古秘宝。秘宝，会长，您敢不敢当着这10万人的面，我念一念这笔账的来从去脉？你那本破账本记得都是些子虚未有的东西，谁会信？债役人林正崇，帝国御兽总会会长。借项时间20年前，借项内容向天机江趟破，典当一缕上古凶兽之魂，体扎 P 您本人以及您林氏3族后代的全部御兽天赋。你怎么会知道老夫的本名？还有那笔20年前的……我说过，烂账也是账。林会长，您当年用3族子孙的天赋做抵押，借来一缕凶兽之魂，伪装成自己的绝世御兽天赋，才坐上了这个位置。天哪！所以会长这20年的天赋，竟然是典当来的。他拿子孙后代的天赋做抵押，这是什么样的人才做得出来啊？骗了我们整个帝国20年，还自称帝国主使。我女儿当年就是想拜入总会，被刷了下来。原来这总会是靠骗子撑着的。原来那扇门从一开始就是歪的。刁民，一群刁民！老夫为帝国御兽事业殚精竭虑20年。林会长，您殚精竭虑的是怎么把别人的天赋变成自己的，是怎么把寒门的苗子挡在门外，好让您典当来的天赋显得名正言顺。住口！都给我住口！老夫是会长，是帝国著述，谁敢信一个废人的胡言乱语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林会长，您发现了吗？您喊了这么多声，没有一个人敢替您出头。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老夫平日待你们不薄。您待他们不薄？不，您给他们的权势富贵和您的天赋一样，都是偷来的，典当来的。建立在虚假之上的忠诚，本就一文不值。不可能！更何况您拿一件别人的抵押记来杀我这个债主。林会长，这天底下哪有用杜铺里的货去杀杜铺掌柜的道理？陆先生说的是真的。你胡说什么？会长，斗兽场那日起，我就重查了沈清雪当年的血气卷宗，封印被人动过。而主持那次鉴定的首席鉴定师3个月后离奇暴毙，这些都记录在册。你身为副会长，竟敢质疑老夫？我质疑的不是会长，是真相。陆先生今日所言与卷宗所在分毫不差。会长，20年了，是时候给帝国一个交代了。林会长，20年的债逾期未还，现在连本带利强制执行。住手！陆渊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老夫是会长，老夫上面还有人，你动了我，那位绝不会放过你。那位？对，那位，20年前是他把那缕拥兽之魂借给了我，是他让我拟那份名单，我只是他的人，真正该被你清算的是他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我不能说，说了他会让我死无葬身之地。林会长，您看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您怕的依旧不是我，是他。可见那位比您想象的还要可怕。你既然知道他可怕，就更该放了我。我们联手对付他。联手？林会长，您和我不是一路人。您怕他，是怕他收回您的好处；我查他，是要替他害死的人讨公道。这2件事从根上就不一样。对，那位我也只是替他办事，真正的主谋是他。你放了我，我把那位的名字告诉你。林会长，您先还清自己的账，再说别人的事吧。你不怕那位吗？他一手遮天，连我都只是他的一颗棋子，你一个废人怎么斗得过他？我斗不斗得过他是我的事，可您欠的债是您的事，两码事，不能相抵。我的灵力在流失，父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不要抽他们的，他们是无辜的，要抽就抽我一个人的。无辜？林会长，
20年前您典当的挑任务，是林氏3族后代的全部预售天赋，这笔账是您签的。您的子孙想了20年，用这笔抵押换来的荣华富贵，如今债主上门，自然要一同偿还。陆先生，我们林家是该还这笔债。孽障！你说什么？祖父，这20年我们靠着借来的天赋作威作福，挡了多少寒门直子的路，这债本就该还。我宁愿天赋尽失，从今往后靠自己一砖一瓦，重新挣回林家的清白。好，小兄弟，你这一句话，比你祖父20年的会长之位值钱得多。多谢陆先生指点，失去天赋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一辈子活在偷来的谎言里。记住你今天这句话，一个家族真正的根基不是天赋，是这份肯堂堂正正从头再来的气气。林家有你，未必就真的败了。父亲，您说什么？您拿我们的天赋，拿我们整个家族的未来去做了抵押？我也是为了林氏的荣耀，为了让你们生来就高人一等。高人一等？我们这一身的天赋，从出生起就是借来的，是抵押出去的。我们活了一辈子的骄傲全是假的。我从小被人称作天才，被人羡慕，被人追捧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您拿我的命去当铺换来的赝品。我是为了你们好，我不想让你们像我年轻时那样被人踩在脚下。为我们好，您剥夺了我们靠自己挣来真本事的机会，您让我们活在一个谎言里20年，这就是您说的为我们好。父亲，我宁愿生来一无所有，靠自己一点点拼，也不愿做一个连根都是借来的赝品。这就是抵押天赋的代价。林会长，您以为您给了子孙捷径，其实您剥夺的是他们一生最宝贵的东西。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可这世道不踩着别人怎么往上爬？不同在于，您信踩着别人才能爬高，于是踩了20年。我信干净的走，慢也安稳。您用子孙根基做抵押，反噬20年前就注定了。20年，我经营了20年，一朝散尽。林会长，您还记得20年前您典当神魂坐上这个位置时的样子吗？那时的您意气风发，志在必得，以为自己抓住了通天的捷径，可您忘了，捷径的尽头往往是悬崖。我若能重来，没有重来。林会长，这世上最贵的2个字就是早知。您若早知今日，20年前就该堂堂正正靠自己。堂堂正正靠自己？我这辈子从没听过这么奢侈的话。不奢侈，这本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分，是您自己把它弄丢了。原来从头到尾，我们都是他手里的棋子。清雪，陆渊，我是不是很可笑？我嫉妒你，推你下崖，以为得到神龙天赋荣耀，却全是借来的。我不甘心求会长献尽一切杀你，结果凶手只是货物，我连让你正眼看的资格都没。我成了什么？我成了这世上最大一个小丑。我以为我在跟你斗，可我从始至终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。我所有的疯狂，所有的算计，在你眼里可笑的像一场儿戏。我们都成了笑话。我以为我在操控全局，到头来也不过是给别人做了20年的刀。会长，原来您也明白了。明白的太晚了。你们都是被同一只手操控的刀，一把刀无论砍了多少人，最后都逃不过被丢弃的命。那只手，那个真正的庞然大物，陆渊，你会去找他算账吗？会，无论他藏得多深，做得多高，这本账簿迟早会找到他。清雪，你想听真话吗？真话。你最可悲的不是成了小丑，是你这一生从13岁起就没为自己真正活过一天。13岁，你被父亲和会长当刀害我，这10年又被偷来的龙和天赋架在高处，如今还被会长当炮灰献祭。你恨了、争了、疯了10年，却只是被人推着走完注定崩塌的路。是啊，我活了23年，到死才发现我从来没为自己。这才是你真正的悲剧，不是你输给了我，是你从一开始就输给了那个被人操控的
不肯回头的自己。那天在沈家废墟，你给我灵石的时候，是不是早就看穿了这一切？我看穿的不是你的结局，是你本可以有另一个结局。另一个结局？那天你把灵石分给了那个小乞丐清雪，那一刻你其实已经摸到了那扇门，重新做个干净的人的门。我没有推开他，我转身又去救了那个害我的人。是，在那个岔路口，你选了最疯狂的那条路。所以这一切怪不得别人，是我自己一次又一次亲手关上了那扇门。清雪，能在最后想明白这一点，已经不算太迟。陆远，如果当年我没有推你下去，如果我们就那样长大，会是什么样子？那我会契约神龙，你会找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契约兽，我们会像小时候说的那样，骑着龙去看遍天下的山河。真好，那样真好。他做了那么多错事，可这副样子看着竟有点可怜。人一旦被贪欲牵着走，就再难回头了。他也是个被人利用了一辈子的可怜人。你看那位陆先生，他大可以让他在唾骂中死去，可他偏偏给了他一个想明白的机会。这份心胸不是一般人有的。这才是真正的强者。强者不是把敌人踩进泥里，是给跌倒的人留一条看清自己的路。这个还给你，我用不上了。你拿去帮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吧。青林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把你关在笼子里，用鞭子抽你，逼你听话，我以为那样就能拥有你。你竟然肯原谅我。青林比你想象的要宽容得多。清雪，连一条被你伤害了10年的龙都愿意放下了，你也该放过你自己了。青林，下辈子你一定要找一个真心待你的主人，别再遇到我这样的人了。清雪，他已经找到了，而你下辈子也会找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路。放过自己，原来这才是最难的一件事。陆先生，会长林正昌典当神魂，欺世盗名20年，今日真相大白，总会上下愧对帝国，更愧对那些被名单所害的冤魂。副会长不必如此，这20年的烂账不是你一个人的错。可总会群龙无首，人心惶惶。陆先生德才兼备，手段通天，更难得的是一颗替天下讨公道的心。我等恳请陆先生接掌御兽总会，重整这片被玷污了20年的天地。接掌总会我可以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陆先生请讲。第一，彻查当年那份天赋苗子名单上所有被害者的下落，能寻回的神魂，能抚恤的家属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应该的。第二，废除一切以血气造假、强夺天赋为手段的旧规。从今往后，御兽总会只认一条，授予人的契约必须是兽心甘情愿。我等谨记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总会的大门从此向所有人敞开，无论出身贵贱、天赋高低，只要心存善念，皆可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御兽师。陆先生，可天赋平庸者，纵然入了总会，恐怕也难有大成就。副会长，您还是着了天赋2字的道。愿闻其详。林正崇天赋绝世，却众叛亲离。青林被囚10年，靠的不是谁的天赋，是一份真心才重获自由。御兽一道，从来不只看天赋，更看人心。人心？一个天赋平庸却心地善良的人，与一头兽以真心相待，那份契约远比强夺来的违心的契约要坚固100倍。我要的总会养的是这样的御兽师。陆先生此言振聋华鹤，我等受教了。陆先生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像我这样没钱没势、天赋也不出幼的人，也能进总会做御兽师？是真的，只要你心存善念，肯以真心待兽，总会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多谢陆先生，多谢陆先生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御兽师。记住，不是堂堂正正的强大，是堂堂正正的做你自己。强不强大是其次，干不干净才是根本。我记住了，干净才是根本。陆先生这3条
才是御兽总会本该有的样子啊！老朽在总会40年，眼睁睁看着多少寒门好苗子被一句天赋不足挡在门外。原来不是他们不行，是那扇门一开始就只为权贵敞开。陆先生，您说授予人的契约必须心甘情愿，这一条老朽等了一辈子。兽不是工具，是伙伴。一个把兽当工具，用鞭子和血气强行驱使的总会，迟早会养出第2个、第3个林正冲。陆先生说的是，我等明白了。你看那条神龙，他是真心认他的，这才是真正的契约啊！什么血气，什么强夺，都比不上这一份心甘情愿。恩公，我那苦命的儿20年前被那份名单选中，从此再没回来。今日总算真相大白了。老人家，请起，该跪的不是你们。恩公，您替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人扳倒了那个一手遮天的会长，这份恩情我们一家几代都还不清啊！我替你们讨的不是恩情，是公道。你们的亲人含冤20年，今日沉冤得雪，这是他们应得的。恩公，那我儿的神魂还能寻回来吗？账簿已经记下了名单上每一个人的下落，能寻回的神魂，我一缕都不会落下；能抚恤的家属，总会一户都不会漏。这是我接掌总会的第一件事。恩公，这些年我们告过状，喊过冤，可那会长一手遮天，没人敢管。我们都以为这世上再没有公道了。老人家，公道从来都在，只是有时候他来得晚一些。来得晚，可终究是来了。是，所以无论等多久，都别放弃。这世上总会有人愿意为公道走到底。老人家，把牌位收好，这片被玷污了20年的天地，从今往后会变得干净。少爷，您做到了，10年了，您终于把这天底下的烂账清干净了。陈伯，还没有。少爷，这个害了您10年的人，您还要为他费心。陈伯，他是恶人，可他临终前认清了自己，也放下了执念。一个肯在最后一刻醒来的人，值得一方干净的安息之地。少爷宅心仁厚，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葬了他吧。墓碑上不必刻天骄，也不必刻他的恶，就刻沈清雪之墓5个字足矣。老奴明白。谢谢姐姐那天给我零食，姐姐一路走好。还没有，会长伏逐，沈家败落，沈清雪也……这些只是这片土地上的烂账，账簿上还有那位真正的庞然大物，还有更远的地方，更多没还清的债。少爷，如今您接掌了御兽总会，权势滔天，您大可以安安稳稳的想一想这10年来该得的清福了，何必还要去碰那些更危险的债？陈伯，我接掌总会不是为了权势，那是为了让这扇门不再为权贵敞开，而为天下人敞开，是为了再没有第2个寒门苗子被一句天赋不足挡在门外，再没有第2条神龙被人用鞭子和血气囚禁10年。少爷，至于权势带来的轻浮，陈伯，我若贪图那个，我和林正冲又有什么分别？他坐上高位是为了自己，我坐上高位是为了那些还在受苦的人。这一念之差，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分别。老奴明白了，少爷您这颗心20年了，从未变过。帝国的烂账清了。少爷，又是新的债。是，这世上只要还有人靠巧取豪夺，踩着别人的血泪往上爬，这本账簿就一天不会合上。少爷，您这一路走下去，怕是没有尽头。陈伯，你看这帝都的灯火比从前亮了一些。是亮了，少爷敌清了总会，那些寒门子弟，那些含冤的人家心里都有了盼头。这灯火里多了一份干净的暖意，这就够了。一个人能做的有限，可只要这点干净的暖意能一处一处的传下去，这世道就总有变好的一天。少爷这话，比任何雄图半夜都让老奴心安。没有尽头也要走。陈伯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从不觉得累吗？老奴不知。因为每清一笔账，就有冤者得公道，有灵兽重获自由，也有人多一次回头机会。公道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，总得有人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少爷，您看青林飞得多自在，10年前谁能想到他和您都能有今天？能，只要不放弃，再黑的夜也会等到天亮。
陈伯，这世上最难的不是讨债，是讨债的人始终不肯把自己也活成一个欠债的人。那老奴就陪着少爷，把这天下的公道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少爷，您的腿如今虽好了，可这一路风霜，万一……陈伯，我这双腿是讨债讨回来的，他生来就该走这条路。老奴懂了。走吧，这世上等着公道的人还有很多，我们一处一处的去。